told me get a job, my papa told me go to school.Hello, it's Lee. 今天我们要来讲处女座的故事。那说到处女座的话，就要提到世纪是如何诞生的啦。处女座的形象是一个手持麦穗的女神，她就是大地女神迪米特。迪米特因为有一个心爱的女儿波瑟芬妮，对于世间万物就很自然的可以流露情感。他知道女儿喜欢花，就让大地开满了盛开的花朵。他知道女儿喜欢小动物，就让原野上的鹿、马、牛、羊都有充足的食物可以生长。明白女儿喜欢看到农夫的笑脸，就让人们的耕种都可以得到丰收。因此迪米特被称为大地女神，和女儿一起住在西西里岛的埃特奈山谷。一个悠闲的午后，迪米特的独生女波瑟芬妮在山谷间和精灵们摘花游玩。这朵百合真漂亮，我觉得其他花儿都比不上百合的美丽。才不呢，我觉得紫罗兰比较优雅。可在我看来，水仙才是最适合精灵的花，既清爽又高雅。精灵们一言一语的争执不休，没办法找到一个结论，就跑来找波瑟芬妮评论。波瑟芬妮，你觉得哪一种花是最美丽的呢？每一种花都有特别的地方，有不同的香味、颜色和模样，每一种花我都喜欢。波瑟芬妮举起篮子，让大家看看今天的收获。你们看我今天摘的花是不是也很美呢？篮子里充满五颜六色的花朵，无论是风信子、水仙、百合还是铃兰，波瑟芬妮对这些花都一样喜爱。如果没有不同的花朵，大地就不会多彩多姿，拥有疼爱她的母亲，被丰饶的大地环绕，还有要好的精灵玩伴们。这大概是波瑟芬妮最幸福的时光了。她的笑容灿烂，看到她跑步时的身影，就可以感受到她是个幸福的少女。然而波瑟芬妮并不知道，她美好的生活即将被改变。来自地狱的黑蒂斯正在远处默默观察波瑟芬妮。这天，黑蒂斯驾着金色马车来到西西里岛的安特奈山谷。突然，他听到一阵银铃般的清脆笑声，接着看到波瑟芬妮和一群精灵在山丘上嬉戏。好漂亮的女孩啊，真想娶她为妻。黑蒂斯注视着远方的波瑟芬妮，观察了好一阵子。黑蒂斯确认了少女的身份，她就是大地女神心爱的女儿，大地女神迪米特的女儿啊。黑蒂斯担心波瑟芬妮的母亲迪米特不会同意让女儿到地府和她一起生活。他决定使点阴谋，让波瑟芬妮成为自己的新娘。那边的山丘开了许多美丽的花，要不要过去看看？波瑟芬妮被花朵吸引到黑蒂斯附近，她看到一朵又大又美的花，便对着精灵们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花，它的香味好浓郁。波瑟芬妮一转头发现没有人在她身边，才发现她和精灵们走散了。没关系，我把花摘回去给大家观赏好了。波瑟芬妮伸手去拔这朵花，可是这朵花太大了，于是她用两只手用力一拉，瞥见花尖上有蛇一般的纹路，她感到有点异样，却来不及放手，花朵就被连根拔起。花朵被拔出之后，地面上出现了一个窟窿，一辆由4匹黑骏马所拉的金色马车冲了出来。一位头戴皇冠、表情阴森的国王坐在马车上，一把将他拉到车上。救命啊！波瑟芬妮就这样被带走了，除了天上的太阳之外，没有任何目击者。迪米特打算了解一下今年麦子的收成，正在田地里面巡视的时候，感应到了波瑟芬妮的求救声，急忙赶回西西里岛，却怎么样都找不到波瑟芬妮的踪影。波瑟芬妮，波瑟芬妮，你在哪里？无论迪米特如何叫喊，波瑟芬妮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不见人影。精灵们听到迪米特的声音也赶了过来，向迪米特解释刚才摘花的时候，波瑟芬妮就不见了。他们还以为是波瑟芬妮自己先回宫殿了。怎么会这样？她从不曾无声无息的离开呀。迪米特心急如焚，拿着火把在黑暗的山谷中寻找波瑟芬妮。波瑟芬妮，波瑟芬妮，你究竟去了哪里？迪米特为了波瑟芬妮，日夜不停的寻找，在整片大地上漫步搜寻。他想起了天上的太阳神阿波罗，也许会看到波瑟芬妮的踪影，便起身前往阿波罗的宫殿。你有看到我的女儿发生什么意外吗？迪米特焦急的询问。她在山谷摘花的时候被黑蒂斯国王带走了。阿波罗这样回答。迪米特听了，无法承受这个消息，痛苦到说不出话。由于过度悲伤，迪米特待在宫殿里面足不出户，打不起精神关照天地。对他而言，失去女儿就像失去了生命的意义。他对世间万物都没了兴趣。渐渐的，世界开始脱离秩序，河流逐渐干枯，树木接连枯死，作物纷纷欠收，人们没有食物，万物面临危机。世界上的第一个冬天降临了。宙斯担忧情况持续恶化，派了几位天神去说服迪米特，请他出神殿
面照顾世间万物。只要波瑟芬妮没回到我身边的一天，我就不会让地面上长出任何一粒果实。迪米特表示，宙斯只好派人去冥府协商。另一方面，波瑟芬妮自从被黑帝斯带回地府之后，非常担忧迪米特会四处寻找他，也很担心母亲，就不断的请求黑帝斯，求求你让我回到母亲身边好吗？不行，万一迪米特不让你回来怎么办？别再提这件事了，黑帝斯断然拒绝。随后，赫米斯出现在冥府，给波瑟芬妮带来一丝希望。黑帝斯，我来转达宙斯的命令。由于你强行带走波瑟芬妮，导致迪米特过度悲伤，现在地面已经一片死寂。宙斯命令你立刻放了波瑟芬妮。黑帝斯虽然百般不情愿，但也没办法违抗宙斯，只好勉为其难答应。在送波瑟芬妮离开的时候，黑帝斯给了波瑟芬妮一袋石榴，对着她说：“这是我的心意，你在车上吃一点东西，别让母亲看到你憔悴的模样。”波瑟芬妮看到黑帝斯诚恳的模样，便收了他的好意，并且吃了其中4颗石榴。妈，我回来了！一回到安特奈，波瑟芬妮便迫不及待敲了母亲的房门。迪米特喜极而泣，他简直不敢相信。波瑟芬妮，你终于回来了，这不是梦吧？两人恍若隔世，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在迪米特走出房门的那一刻，树木发出嫩芽，泉水开始流淌，新生命诞生，大地恢复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但由于波瑟芬妮吃了地府的食物，注定了会被绑在冥府的命运，黑帝斯便坚持他们之间是有婚约的。他吃了我的石榴就不能离开地府，我们之间的婚约也已经成立。迪米特根本不想理黑帝斯，然而吃了石榴的命运也无法解除，宙斯只好请出更高层级的女神，就是他的母亲雷亚裁决。既然波瑟芬妮吃了4颗石榴，那1年中的4个月便待在冥府陪伴黑帝斯，其他的日子可以留在地面上陪伴母亲迪米特。迪米特和黑帝斯都非常不满意这次的判决，但只能勉强接受。于是波瑟芬妮在地府的那4个月，世间万物凋零，形成了冬天的天气。波瑟芬妮与母亲同住的其他日子便形成了春夏秋3个季节。波瑟芬妮吃下了石榴，为世界带来了永恒的改变。她原本是迪米特的女儿，迪米特掌管大地植物的生，嫁给黑帝斯之后又成为地府的冥后，连结了死。每年波瑟芬妮回到大地之时，便为大地带来了春天。春和生的意象紧紧相连，身为黑帝斯的妻子又和死亡的意象连结，从此生与死不再分开，成为了一个循环。于是波瑟芬妮成为生与死循环中重要的神奇。那现在要来讲解处女座故事和处女座个性的相连之处。大地女神迪米特身为小麦以及农业之神，小麦是重要的食物，也连接到处女座重视物质层面。由于是农业之神，迪米特需要精心照顾植物的生长，体现出处女座注重完美、细节导向的特质。处女座的人很在意自己有没有持续成长，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们讲求逻辑系统和务实的精神。而逻辑系统的部分，处女座心中都有自己的规则，凡事必须按照这条规则来运行，不管是生活、工作还是爱情，如果无法遵守规则，便会感到焦虑，无法接受。就如同迪米特不允许自己的女儿受到委屈一般，就算只有4个月，他宁愿足不出户，让大地变成毫无生机的冬日。这象征处女座重视秩序，处女座的人不知道如何妥协，模棱两可、得过且过的日子对他们来说非常痛苦。出发点并非是刁难，而是源于无法克服这样的天性。就像是故事中的迪米特，不屈不挠地寻找女儿，达不到目标时表现出的决绝，呈现出处女座认真而且焦虑的一面。受到守护星水星的影响，处女和双子座都有聪明灵巧的心智反应和强大的沟通能力。不同的是，双子座注重于输出和表达，处女座则偏重于输入和消化理解资讯。他们可以很有系统的把资讯整理成有组织并且清晰的概念。好啦，那这就是处女座的故事。身边如果有处女座的朋友，或者是你本身就是处女座的人的话，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处女座的人的个性和这个故事有没有关联啊？喜欢的话别忘记帮我按赞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啦，ciao。